大家好，我是尼克拉斯楊。很多朋友让我講一下南極洲金字塔和冰牆的秘密，那今天時機就到了。我看了9本從古希臘到現代有關南極的書之後，發現2300年前古希臘人就知道南極大陸是存在的，而且古埃及人還給它取了個名字，叫做 Terra Australis， 並且他們都說南極大陸可能是存在一個超越人類的高級文明。所以現在流傳的一些關於南極金字塔、地下世界等等的都市傳說，我們仔細研究一下就会發現非常有意思。南極洲世界第5大洲，总面積超过1400万平方公里，它90%的大陸被1.9公里厚的冰层覆蓋，而且這裡是地球上自然條件最殘酷的大陸。1983年，科學家在這裡觀測到了地球上有史以來最低溫度零下89.2攝氏度，最高風速每小時327公里。人類在這種環境裡，實際的體感溫度可以達到零下120攝氏度，所以在風裡只要暴露1分鐘之內，人就會死亡。1959年12月1日，世界性質的南極條約簽署，大家規定在南緯60度以南的南極洲區域，未經許可禁止進入。我查了一下，這些地方被稱作 ASPA 南極特別保護區，現在一共有175個，每一個地區都被不同的國家管理，美國、法國、英國等等的很多。即使你是著名的科學家，說什麼以研究的目的申請进入看一看啊，也是不一定同意讓你進去的。所以ASPA 基本上就屬於人類的禁區，連飛機也禁止從天上飛過去。官方說那是要保護古代微生物啊、空氣質量，還有歷史遺跡等等啊，真的是歷史遺跡。因為 ASPA 禁區非常神秘，所以網絡上就一直有一些關於南極的都市傳說。比如在2016年的時候就出現南極黑色金字塔。巧合的是，在同年的11月11日，美國國務卿克里乘坐軍用運輸機抵達南極。於是後面就有很多陰謀論說克里去南極就是為了看南極的金字塔，還有和外星人接觸等等的。後來網友就不斷用谷歌地圖搜索，他們就發現了很多南極出現的奇怪現象比如說一些直線，還有很有規律的點，還有奇怪的圓形結構，他們是什麼都不知道。不用擔心，有我在，我給大家看一些資料，你們就會知道這裡面真正的秘密。根據現在的教科書，人類第一次看到南極大陸是在1820年，俄國探險家別林斯高基和扎拉列夫領導的探險隊在海裡首次看到的。世界公認的首次南極登陸是發生在1895年1月24日，是挪威探險家卡斯滕·博爾克·格雷維克領導的探險隊，他們在南極洲的阿黛爾角登陸。但是我再給大家看一些非常奇怪的地圖。這張是1602年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帶到明朝的昆魚萬國全圖，它的副本是珍藏於梵蒂岡宗座圖書館裡。大家看地圖的下方，它在17世紀的時候已經完整的畫出來南極大陸的樣子，而且它在角落備注了北極地圖。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之前講過的北極大陸的秘密，這個和今天的故事都是有聯繫的。在昆魚萬國圖其他的手繪本裡，南極洲還畫了很多奇怪的動物，有犀牛、鱷魚、獨角獸。然後大家再看這裡，有一個長長的和長頸鹿一樣的動物被繩子牽着，這個是不是非洲的長頸鹿並不是，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線索，它是蘇美爾和古埃及曾經出現的史前動物 Serpent 蛇豹。在公元前3200年出土的古埃及納爾邁調色板上就有2個奴隸牽着這個蛇豹，這個板上還刻着巨人的法老。蘇美爾也出土了這種動物的雕刻，所以這些地圖上面畫的南极洲很可能是一個從史前文明留下來的地圖。當時的南極洲還非常溫暖，有很多史前的动物。根據科學家從南極取得的冰芯和發现的化石研究，在3400萬年前到1400萬年前這個時期，南極洲曾經長出了茂密的森林，有河流也有恐龍，它的氣溫類似現在的新西蘭。蛇豹可能就是那個時候的超史前動物。另外還有一個可能的時期，就是大約在12000年前，就是大洪水發生之前。這個時候南極洲也出現平均溫度大約是5到10攝氏度。另外還有一個非常詭異的地圖，叫做1754年菲利普·阿布什地圖。菲利普·布阿什是18世紀法國皇家科學院地理學家。這個地圖最詭異的點就是布阿什在地圖裡面完整的畫出南極洲在冰蓋之下完整的結構，包括山脈、盆地、河流等等的。而且他畫的南極冰蓋不是一塊完整的大陸，而且
是一個中間被海洋分開的多塊大陸。這個就非常奇怪了。在2011年的12月，澳洲南極局用飛機雷達、衛星、狗拉雪橇等等方式對這個南極洲進行了10多年的勘測，最後才公布了一個和阿布什地圖類似的南極洲冰蓋之下的3D 數字地圖。大家看一下這個是不是跟阿布什的這種的畫的是差不多的？南極洲下面它不是一個完整的大陸，中間是有水的，有海的。所以大家就要問，這個阿布什是怎麼畫出這個地圖的？這個沒有記載，但是他在法國皇家科學院的報告裡就寫了一句非常讓人深思的話：我們繼承了古人留下的知識，但其中許多已不為人知。所以這個布阿什肯定是看了很多法國科學院裡面的這些古書，然後畫出來這個地圖。很多朋友說看了我的影片之後受到極大的震撼，世界觀都有點改變了。這個世界就是這樣子的，很多神話傳說很可能講的都是幾萬年前的上古高級文明，最後他們都消失了。接下來我又研究了一下這個文字上最早出現南极大陸的記載是在公元前4世紀，就相當於中國的戰國時期。當時亞里士多德就寫了一本書叫做《气象學》，他在裡面提到地球的南方應該存在一個與北方大陸相對的陸地，用以維持地球上的熱平衡。气象學這本書非常神，它裡面還隱晦地記載了亞特蘭蒂斯沉沒後的遺址。在2400多年前亞里士多德的年代大西洋的水位都很低，中間還有一大片淺灘，裡面都是淤泥。有很多古希臘的書記載，很多漁船過去的話都能看到山上的雕像，現在都沉沒了。而且這些故事在古埃及記載的更多。第一個給南極洲起名的就是埃及人克勞狄烏斯·托勒密，這個人是西元1世紀最強天文學家，相當於那個時候的愛因斯坦加霍金加開普勒的這種合體，寫了无數的天文學、光學的論文等等的。我們現在用的经纬度就是他發明的。他在西元1世紀的時候就已經標注了全球8000多個城市的地理坐標，這個是真的，大家可以去查一下。托勒密就在他的地理學中就說到，地球的南方必然存在一塊未知的大陸，叫做 Terra Australis。16世紀之後，麥哲倫第一次穿過南美的最南端之後，南極的地圖上就出現了另外一個名字，叫做 Magellanica， 意思是麥哲倫大陸。我說的故事每一個細節都是線索，大家一定要仔細聽、仔細看。大家再看一下這張 Magellanica 地圖，這是西班牙皇家著名的宇宙學家 Diego Gutierrez在1562年繪制的南美洲和南極的地圖。大家看一下，這上面有什麼奇怪的事情？是不是在南美洲的最南端，距離南极洲最近的地方出現了巨人？剛才講了，在南极洲和埃及都出現了蛇豹，那必然的，根據那些線索、那些雕刻，這兩個地方都應該出現巨人。而這個地方在現在的名字就叫做 Patagonia， 西班牙語意思是大角。當時麥哲倫來到這裡的時候，發現地上有非常大的角一個這麼大。這件事記載在一本航海日誌裡，叫做《麥哲倫航海記：首次環球航行記述》，作者是當時跟着麥哲倫航行的作家安東尼奧·皮加費塔。1520年，麥哲倫第一次穿越麥哲倫海峽之後，就停靠在巴塔哥尼亞這邊。當時他一下船，就在海邊發現了一個裸體的巨人看到他們的船之後，這麼載歌載舞，這麼跳舞。書中寫道，當他站在我們面前時，他既驚奇又害怕，並舉着一根手指指向天空，認為我們是從天上來的。他高得驚人，我們當中最高的人站在他身邊，也只能到他的腰。他的聲音洪亮如雷。其實在麥哲倫前後的很多航海的日誌裡都提到過這種巨人，他們的平均身高是3米左右，男性的巨人更高，可以到達4米多。當時麦哲倫就用鏡子、小刀和铃铛誘惑這些巨人，把其中一個騙上了船，之後就突然咔嚓一下給他戴上了脚銬和脚鐐。在麥哲倫開船之後，這個巨人就得了病，死在了船上，船员沒辦法就把他一下咔扔到了海裡。大家看這個地圖，為什麼和南极洲最接近的這個南美洲的角落出现了巨人？很可能在上古的时候，海平面比较低，南极洲比较温暖，後來因為全球變冷，這些巨人就穿過了麥哲倫海峽，進入了南美洲。所以從這裡看，如果埃及出現了金字塔，那南極洲可能在1-2萬年前，甚至更早也應該出現過金字塔。如果真的有南極金字塔的話，南極洲就很可能存在一種更高級的文明。他們就是創造這些巨人的這種高級文明，始祖大世紀人類，傳說中的工程師之類的。
接下來我要講的故事啊，一個一個的全部在一條完整的邏輯鏈條上，非常有意思。從1970年開始，南極也就出現了巨大的空洞，學名叫做 Paulinia， 俄語洞的意思。其中最大的洞相當於美國的堪薩斯州15萬平方公里，而這種情況實際上是不應該存在的。大家知道為什麼嗎？因為南極洲太冷了，零下10幾度、80多度，這種接近2公里的冰，它應該不會自己融化。所以很多人就認為這些洞肯定是通往另外一個世界的入口，下面有一種會發熱的城市這種的。我研究了一個長達2個多小時的採訪錄音，還有看了美國紀錄片大受震撼。他講的是2015年1月2日，美國著名的 UFO 調查記者琳達·摩爾頓豪，他收到了一份電子郵件，發信的是一位美國海軍服役了20多年的軍機工程師，匿名代號布萊恩。他向琳達提供了自己的退伍文件，還有在南極服役的勳章，就證明他的話是真的。之後琳達就同意採訪他，而這個人就講述了自己在南極服役的時候的詭異經歷。1984年9月，布萊恩服役的美國海基南極第6發展中隊駐紮在南極的麥克默多站。有一天早晨，他們機隊就突然獲得了一個任務，說必須飛往東海岸的澳大利亞戴維斯站去接一個受傷的科學家。按照軍方規定的路線，布萊恩需要花3個小時從出發點飛到南極點，再轉彎4個小時到達目的地。這麼繞路的原因就是他們必須越過 ASPA 的禁飛區。上級解釋說，是因為怕飛機的尾氣污染空氣採樣。當時這個機長和領航員就開始辯論說這個人命關天的任務為什麼要走彎路？我們的飛行高度可以高達35000英尺怎麼會污染下面的空氣採樣？最後這個機長就決定抄近路，直接飛過禁飛區，節省時間。於是這個運輸機就起飛了慢慢的爬升到21000英尺。這時候機長突然往飛機窗外看了一眼之後在廣播裡大喊：嘿，快來看，那裡有一個巨大的黑洞。布萊恩這麼一聽也趕緊往下看，他就看到了冰面上有一個橄欖球足球場那麼大的一個黑洞，而且這個南極洲的刺眼的陽光在照射下，他就可以清楚的看到這個黑洞的邊緣，它不是一種自然的邊緣，而是一種向下傾斜的類似斜坡的入口。整個入口可以開進一架巨大的運輸機，是一個非常平整的機場坡道，在冰面上還有很多汽車的痕迹。之後他們就順利到達了目的地，把病人接上之後就原路返回。但是當他们再一次接近这個神秘洞口的時候，飛機無線電就突然出現了航空管制員的聲音： X Delta 04，請不要繼續直飛，你們必須左轉30度，我們會在適當的時候再次通知你們。等他們正式降落的時候，他們全組人就被一個陌生人帶到了一個會議室裡威脅他們說：先生們，你們飛越了南極禁飛區，不管你們有什麼理由，你們看到的東西你們沒有看到，你們也從來沒有飛過那裡，以後永遠也不要再討論，明白了嗎？說完之後，這個人一下咔穿上了外套就走了。這個事情還沒完，幾個月之後，南極科考站就來了一些 VIP， 都是些科學家，他們一起在一個酒吧裡閒聊，他們有一個休息室嘛，是酒吧。這個布萊恩和他機組也在旁邊喝酒喝飲料之類的，他們就在旁邊聽這些人在講什麼話。有幾個人就說他們要去一個空氣站採樣，要在那裡面進行更多的對話，要和很多訪客進行互动。而且還有一個人提到一個詞叫做1B1，外星生物實體。當時布萊恩他們就疑惑這些人在講什麼呢？是不是真的是要見外星人之類的？後來又到了1994年，也是9月多到10月夏季，布萊恩和他的機組又被通知要護送一隊15人的科學考察隊送往南極的馬里伯德地 Mary Birdland。 這個地方非常詭異，是一塊面積高達161萬平方公里的無人認領的領土，不屬於任何國家。而美國海軍1946年到1959年在這裡進行了3次勘探，叫做高跳行動、風車行動，還有深洞行動1、2、3、4。在這裡行動的人總人數高達6000多人，有15艘軍艦、33架飛機參加了這個行動。而這些行動都是由一個美國少將叫做理查德·伯德領導的。南極這塊地不是叫做瑪麗伯德地嗎？就是以他的太太命名的。所以美軍在這裡花了這麼大的人力物力進行大規模探測之後，這塊地還是無人認領的一個土地，就非常奇怪了。當時布萊恩和整個機組就帶了1個月的補給裝備，包括雪地摩托、便攜居住艙、燃料、食物、電台等等一大堆，
也同時包括這15個科學家，他們一起一架飛機就送到了馬利波德地。他們幫他們建好了臨時基地之後呢，就開始返航了。之後10幾天過去了，他們突然發現這些科學家全部都失蹤了，他們怎麼无線電呼叫都沒有人回答。軍方於是也緊張了，就派布萊恩他們機組去搜尋。在他們降落之後，布萊恩發現這裡面的臨時機組艙設備、裝備、電台都完好無損的，什麼燃料、吃的都在，沒有任何打鬥的跡象，也沒有發生什麼災難，真的是什麼跡象都沒有，連人在雪地上走過的痕跡也沒有。整個15個人的美國科學家團隊就在南極原地消失了，找了半天没找到，他們就回去了。但是在1個周之後，布萊恩就接到了電台信號說失蹤的科學家回來了。於是他們機組又趕緊回去接他們。但是當他們打開飛機艙門的時候，所有的科學家都慌忙地衝進飛機裡他們每個人的表情裡面都充滿了恐懼，每個人的眼睛都睜得大大的，好像受到了什麼刺激。布萊恩和機組就給他們端過去食物咖啡，但是他發現這些科學家就這麼看着地板這個眼都直了，滿眼都是恐懼，有的人就這麼看着他，眼睜得大大的，一句話都说不出來。這種情況在心理學中叫做急性應激反應，一般都是經歷過戰爭還有非常恐怖的人，這个精神受到刺激的人才會發生這種呆滯的狀態。之後布萊恩還爆料，其實他們在南極飛行的時候，經常看到有銀白色的 UAP 編隊出現，5、6架 UFO 唰的一下咵從天空中飛過。他們發現這些 UAP 有一個規律，就是他們飛的時候從來不會越過南極的一座山脈，叫做比爾德莫爾冰川。這些事情有否遭遇他也不敢上報軍方，一上報的話他就可能工作就沒了，所以他就跟機組一起討論最後他們自己研究說，可能是外星人跟美國政府達成了什麼協議，互不干涉，而這個界限就是在南極洲的比爾莫德爾冰川。這個15個科學家消失的地點在馬利波德地，而這個地方我也找到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記載，它就是和這個理查德·伯德有關。理查德·伯德在1947年採訪時候說了一個非常奇怪的話，在南極洲之外有一片巨大的難以想象的土地，面積比美國還大。這句話他真的說了，當時他駕着飛機穿越了南極洲。在他死後的30年，1972年，美國就突然出現了一本據說是伯德寫的秘密日記，據傳是他的子孫們爆出來的。我也看了這個日記，一開頭就非常神秘，是這麼寫的：我必須在完全保密與隱晦之中寫下這篇日記。它記錄的是我在1947年2月19日的北極飛行。在人生的某些時刻，人類所謂的理性將變得微不足道。我必須履行我的職責，把這一切記錄下來，以便將來某一天讓所有人都能讀到。在這個充滿貪婪與剝削的世界裡，某些人類再也無法繼續壓抑真正的真相。接下來伯德就描述他在飛行的時候，導航儀突然來回旋轉，失去方向。之後他就向外看，他就發現飛機的下方怎麼出現了很多小山脈，這些山脈是綠色的有河流，而且地上都是苔蘚。他把飛機慢慢下降，仔細一看，發現地上還有猛獁象這個時候他就震驚了，他以為自己穿越了。在他把飛機下降到1000英尺之後，飛機的溫度計顯示的是23攝氏度。這時候他突然感到自己的飛機突然失去了控制，好像漂浮了起來，被牽引着飛行。然後他往旁邊一看，發現了一個圓盤狀的 UFO， 它發着光，而且在 UFO 上還刻着一個佛教的萬字標誌。伯德第一反應以為是遇到了德軍說了一句非常諷刺的話，就說太棒了，這真是的。這個時候伯德的飛機電台裡就出現了一個北歐口音的英語，說歡迎上將，你們不用擔心，你會受到很好的照顧。之後這個飛機就慢慢的着陸了。之後伯德就看到有幾個巨大的金色頭髮的人向他走過來，然後把他帶到了一個發出彩虹光芒的城市，裡面有個巨大的建築。伯德進去以後，他就說他看到了一生裡最美的景象，裡面非常和諧，美的是無法形容，無法描述。之後就有一位大師出現The Master。這個 Master 就說你不用害怕，我們讓你進入這裡是因為你品格高尚，在地表世界享有盛譽。你所在的地方叫做阿里安尼，是地球的內部世界。我要告訴你，我們為什麼會把你帶到這裡來。你們的種族在日本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之後，
我們派出了我們的飛行器 Flugelass 去偵察你們。你看，我們從前從未干涉過你們種族的戰爭和野蠻行為，但現在我們必須干涉，因為你們已經學會了篡改某種不適合人類的力量。我們的使者已經向你們的世界的强权傳遞了信息，但他們並沒有理會。現在你被揀選來到這裡，見證我們的世界的存在。你們的種族現在已經到了不歸之路，因為你們中有一些人寧願毀滅你們的世界，也不願意放棄他們所知道的力量。你們的種族現在將迎来黑暗時代，它将像陰影一樣籠罩地球。但我相信你們中的某一些人會在風暴中幸存下來。除此之外，我不能多說。我們看到一個新世界從你們的種族的廢墟中激盪，尋找失落的傳奇寶藏。我的孩子，他們將在這裡安全地保存在我們手中。在那個時候到來時，我們將再次挺身而出，幫助你們恢復你們的文化和你們的種族。在那之後，你們的某些文化和科学將被歸還，讓你們的種族重新開始。說完，这個伯德就被釋放了，開着飛機就回到了南極基地。這些大師說的這些話其實是個預言，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出來啊？人類的世界將被重啟，重啟之後，人類就會進入一個原始社會一樣的。但是這個金黃色頭髮的種族可能就是雅利安人，他們就會重新把科技還給人類，讓人的科技再次起飛。就像我們現在一樣，我們的科技也是突然的一下發展起來了，不知道為什麼。既然說到了这個雅利安人，我們就不得不說一下梵語。南極洲的拉丁文叫做 Antarctica， 而在古印度梵語中有一個單詞和南極洲差不多，叫做 Antarctica， 意思是天和地之間，人類和天堂中間的這麼一個地方。所以這個古印度吠陀經是不是就是在暗示這個南極洲就是曾經上古神族在地球上開始的地方，也就是傳說中的伊甸園大家想一想，天和地中間的地方下周的會員節目就更加精彩了。我找到了一本1908年的書，裡面就詳細記載了這個地下世界，這個雅利安人的這個阿利安尼，這個是什麼地方，是一個什麼樣子的。它是一個美國醫生記載的一個來自挪威的一個老人的臨終遺言。這個人在自己臨終之前就藏了好幾十年的故事，就告訴了這個醫生，說自己曾經因為海中的風暴進入了這個地下世界，就是故事中的阿利安尼或者是香巴拉之類的。而且他在裡面生活了2年，看到了很多奇怪的事情。一個人臨死之前的話應該不是瞎說。好了，如果喜歡團長的故事，請多多點讚留言加入會員。愛看故事的朋友只要選擇太陽系護法級別，就可以看到所有的會員影片。感謝大家支持，我們下期再見。